大妈在陌生人面前掀起了衣服，还让别人摸她。她说自己肚子里有根针。记者拿金属探测仪小心翼翼地扫描，探测仪没有任何反应。一旁的丈夫看不下去了，一把夺过探测仪，狠狠按在了大妈肚子上，说检测不到都是因为腰太粗了。一番折腾下来，探测仪还是没响。怕大家不信，大妈直接来到医院做起了 CT， 还真看到了一个类似针头的东西，就扎在一个叫做肠系膜的部位，长度超过了5厘米。随后医生又动用了其他仪器，确定这就是一根针，看着十分危险。如果刺穿了其他内脏，很可能会导致败血症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医生说幸亏来得早，不然早就挂了。大妈却说没事，这针已经在体内40年了，要挂早就挂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40年前的一天，大妈吃完饭想剔牙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牙签，正好看到了桌子上的针，拿起来就用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吞了下去，当时都吓懵了。后来发现一点事没有，她甚至一度以为自己把针消化掉了。但最近一段时间，大妈经常无缘无故的肚子痛，疼得满头大汗，还伴有严重腹泻。医生猜测可能是由于针在体内发生了移动，才导致了腹痛，所以要抓紧手术。几个小时后，针被取了出来，在体内40多年已经变得锈迹斑斑。看到从体内取出来的针，大妈终于长舒一口气。出院后，大妈还成了镇上的名人，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就是一个奇迹。大叔洗脸只洗半边，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，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。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异常干燥，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烧烤，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。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大家一起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这下大叔放心了，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一乐也不错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，对吧？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。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他要挑战2天内用肚子孵化鸭蛋，没想到比生孩子还繁琐，但看到小鸭子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孵化鸭蛋需要37度，他测了体温，37.5非常适合。再加上自己经常出汗，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。接着找来一堆工具，忙活半天，做好了便携式孵化器，用来把鸭蛋固定在肚皮上。现在就缺蛋了，只能去跟鸭子借一颗，把蛋塞进孵化器，贴到肚皮上，孵化就开始了。孵蛋过程不能间断，所以睡觉也要带着孵化器，时不时掀开衣服检查一下，把鸭蛋翻个面，让它受热均匀。只有洗澡的时候才能临时放下10分钟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他被打脸了。掏出鸭蛋放在灯光下一照，里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，
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他开始怀疑这颗蛋是不是已经坏了。查阅资料后才知道，鸭蛋通常需要28天才能孵化，那现在只能继续孵化了。来到了第3天，再次放在灯光下照射，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个小黑斑，看起来胚胎已经开始发育了。他欣喜若狂，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来到了第7天，可以明显看到小鸭子已经开始动了。终于来到了第28天，也就到了预产期，鸭蛋里面已经空了一部分，但小鸭子却迟迟没有破壳，他有点着急了。紧接着来到第29天，睡着觉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动，掀开一看，鸭蛋已经破了一个小洞，还听到了小鸭子的叫声。现在他无心睡眠，时刻关注小鸭子的动态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蛋壳破得越来越大，小鸭子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来了。他对着小鸭子吹气，终于，虽然和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大叔却开心的不得了，接着就要给他准备食物了。苍蝇富含蛋白质，非常适合小鸭子吃。小心翼翼掏出小鸭子，但他好像并不知道如何进食，把苍蝇放在水里。小鸭子试探了几下，也没有成功吃到嘴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终于学会了吃饭，还越来越熟练，很快就把盘子里的苍蝇都吃掉了。吃完饭的小鸭子精力充沛，虽然还站不稳，却想着到处溜达。但老父亲又愁坏了，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富二代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竟然是为了减肥。看到他们之前的照片，我都惊呆了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编制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呢，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，增加口感。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再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。怎么说呢？刘墉都吃不下去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呢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还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据说两人就是翻垃圾桶时认识的，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食物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他们吃的食物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10倍，他们呢却毫不在意。但节目组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闻了一下却连连摇头，鼓起勇气尝了尝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了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节目组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甚至死亡。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，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。减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纲目嘛。母亲把11岁女儿当猪喂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加不明液体。记者看到大吃一惊，母亲却说这东西对女孩好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惊人的事，这里呢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呢当地以胖为美，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用来圈养女孩，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，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。第二天早上喂养开始，先喝一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上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带来了一些杂志，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。这里的女人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呢，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呢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儿吃一样的早餐。记者作为成年人，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记者回来后，接着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一顿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来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还有个女孩肚子胀得厉害，母亲呢却并不在意，说这是正常的。母亲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，能有效减少活动，对增肥很有效果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。
为了了解增肥药，记者假扮成当地人来到市场，尽管是违禁药品，市场上呢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的效果，但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属实悲哀。